What's up, guys？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翻车经验。在摄影这个行业啊，拍摄了也相当久的时间。以往的翻车呢，可能出现在如拍到一个案子之后，拍完没有收到款项，相当的不舒服的经验，我想可能就是所谓的翻车吧。而最近呢，也遇到一两件翻车的事情。首先呢，就是我常常会习惯使用比较偏长焦的方式，然后比较前景深，然后光影对比的方式来拍我喜欢的主题。可是当拍摄一些商案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短影音呢是要拍甜点为主的，这时候用这种惯常的表现方式呢，反而有时候过不了关。现在有些甜点呢可能会比较要求一些比较 pop、比较明亮的场所，然后用所谓的手机的影像来快速的带过，然后比较高效率的使用一些可爱的运镜方式。这时候呢，如果用传统的长焦段啊，然后前景深的方式去单独特写，或者是强调比较精密的质感描写的话，比较强光影对比的话，反而吃力不讨好。这点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件，算是流行的倾向。另外呢，就是自从拿起单眼相机开始拍照，后来用单眼相机录影的这些历程呢，就会认为单眼录影出来的画质一定非常好。毕竟以往如果拿起 DV， 那松散的画质、粗糙颗粒会给人家不堪用的感觉。所以想到自己拿起单眼可以拍出干净的画质、前景深效果，搭配一些构图可以拍出电影感，这些呢都让录影变得很有乐趣。可是拿起相机录影呢，就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说相机的续航力、电池小颗啊，续航力不足啊，跟专业长时间录影机器无法比这些。甚至呢，如果镜头光圈开大点，容易出现漂亮的前景深效果呢，有时候在录影上，在要求拍得清楚的场合上，反而是一种劣势。所以呢，在近期也碰到一个状况是，当我开心的利用我的 A7S3 拍一些电影运镜，拍一些前景深，拍一些质感描写这些表现方式，去呈现一个活动记录的时候，剪完的成品却意外的翻车了。因为出钱的单位呢，可能会认为说，画面呢要整个都非常的清晰，整个都非常的明亮，看到前后所有细节。这时候，如果你拍出前景效果，反而就认为是一种画质不好，怎么这是模糊的啊？这样的一种想法跟看法。相对的，我们喜欢的电影感、前景深，在这边呢就变成一种缺陷了。所以，如果我们以用这种标准来看的话，应该是要使用一些所谓的变焦镜，然后光圈把它缩小一点点，让景深消失。这时候反而会是业主所希望看到的录影效果。而由这几点的翻车现场，也让我再一次的去思考，有时候可能自己的拍摄风格就适合某些特殊的画面角色呈现的风格，就适合某些特定的主题。硬要去接触各种案源，然后要满足各方面需求，这方面呢就会需要更加的灵活思考，而不是用一套喜欢的做法就拍遍全场。适时的呢要去转换战术，来转换战术去接受一些要求，而不是全然以自己的创作角度为出发。我想呢，这也是很多所谓的摄影师他们心中创作啊跟满足客户需求这两个天平要怎么平衡的课题。当然，如果以个人创意工作者想要专注成为一个摄影家的摄影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你只要按照自己心目中所想的、所喜欢的风格去发挥，让对的客户找上你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像 Sammy 这样是要经营一个公司，要满足不同多方面取向的客户来养活自己公司的话，就必须要放下身段，或者说不再坚持自己喜欢的某一些类别、某一些形态的摄影，而是要能够快速的、多变的转换自己能力的输出范围。想要拍得清楚，就赶快确认目标、执行；想要拍得有氛围，就可以让你的感性的细胞全部发挥，让美感的构图啊更加自由的、奔放的去呈现。所以一样的天平、一样的配重，怎样去灵活去改变，在摇摆之间都能够满足各方的需求，我相信这也是特别烧脑的事情呢。那在荧幕前的你，有没有特殊的摄影翻车经验可以分享呢？ Right， 今天到这边哦，
See you，拜。